这是我们经过了将近2个月的时间，从改造棚子到我们做的高架种植。大家现在能看到的这个高架种植呢，也是我们今年才刚刚把这个棚子给改造的，也是我大表弟、小表弟还有陈教练在过完春节之后亲自来去操作的。因为这个棚子对于我们来说，从2020年我自己去种草莓，在门前面用地栽、土栽、沙土栽、原土栽，到2021年的开始尝试用营养土也死苗，到2022年尝试的自己配土配基质，到2023年开始用纯基质来种植育苗，到2024年我们改到了这样的高架育苗。其实这4年我们也是在不断的探索种草莓，也是在不断的肉眼可见的进步。虽然进步的速度并不是很快，但是作为一个私人，没有政策扶持，没有很雄厚的资金，我们一步一步的在这里面投入，其实压力也是挺大的。就包括做这样的钢架，我们也是反复的论证怎么去连接，怎么去让它扎根，怎么去让它牢固，然后再用这样的长条育苗托架，这都是一步一步的去探索和寻找。因为这个市场上是比较陌生的，而且育苗的方式各有各的方法。就我一直喜欢举的一个例子叫做100个人有100种红烧肉的做法。现在能看到我们现在已经开始用滴灌给它施肥料了，这样的滴灌滴起来还是比较均匀的。那陈教练也是费了脑筋，把这个改了一些硬管 PVC 和地埋，然后我们由去年的2立方的这样一个水罐，天天水不够用，改到了今年的这样一个大养鱼池，它能蓄10立方的水。那这边依然用的是比例施肥器，相对来说比较精准的能去给我们的草莓去施肥。这边呢就是我们去年的育苗的方法，夏天的时候温度特别的高，而这边我们今年为什么费劲呢？今年费劲的就是把这地方开了个天窗，然后用这样一个电动的卷膜器，能让它像翅膀一样，在下雨的时候把它给遮起来避雨，在晴天的时候我们把这个天窗打开，那空气能增加对流流动，这样里面的温度和外面的温度基本上是能保持持平的。而我们又加了一个内膜，也就是2层棚，那我们过一段时间在这上面再搭一个防晒网，也就是遮阳网，在天特别热的时候把遮阳网放下来，然后到下午4、5点钟的时候再把遮阳网给它拉开，那这样就能做到夏天的既遮阳又避雨。对于草莓苗我们是不建议淋雨的，因为反复的跟大家来分享，雨水对于草莓的病害是最大的一个传染源之一。这些草莓苗我们都是采用这样一个高架的形式，让它走匍匐径。这些草莓的匍匐径我们不会在这儿定植或者引插，我们会把它整体剪下来送到我们高山农场去扦插。那这个棚子里面现有的30多个草莓品种，涵盖了黑、白、粉、红、橙5个草莓的颜色。目前来说，我们高山农场和我们飞羽农场现在拥有的会超过50个草莓的品种上架，所以这个一看就是真红美龄啊，它的叶子特别有辨识度啊，是长长的椭圆形啊。这个是梦晶，我们从定植到现在还没有打过一次叶子，到这一次施完肥，选择一个晴天的时候，把这些叶片给打掉一部分，让它更快的长起来新叶片。打完叶片之后，就是需要去消杀了。那这个就是我们的电动卷膜器啊，不知道通电了没？如果通电的话，通电了。我们把这个翅膀往下落一下，看一下，反转应该是落啊，这个在落啊，这边已经开始在落了，肉眼可见的它们在下降啊。好，我们下降到这儿，再给它升上来，因为现在是不下雨的时候，我们需要把它升的比较高，这样的透气性就会比较好。这就是我这周回到我们飞羽农场能看到的，因为每一次回来都有不同的变化。我们这边的生产团队呢，在陈教练天天的精心管理下，一天一个样。这些种苗呢，到目前来说都已经是成活了，接下来就是让它们粗壮，长到一定的粗度之后，
我们去开始让它走匍匐茎，那就是今年9月份大家去种的，让它结果的草莓苗。如果喜欢草莓，如果喜欢种草莓，请关注跟草莓死磕到底的手艺人飞宇。今天的视频就到这里。